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菊花的画法。那么菊花的话呢，它是咱们中国传统名花历经了3000多年的这个人工栽培，其实已经达到了2、3千个品种非常多，花型非常非常多。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记住几个特点那么它的一些大的品种能分出来就行，并不需要把这么多的品种都给它一一画出来，是吗？没有那必要咱们画出它的大的感觉，总结它的规律就可以了。那么一般呢，我们国画作品当中其实菊花是被历代文人所赞颂的。比方说最有名的陶渊明是吗？陶渊明曾说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包括咱画家当中像齐白石吴长树都特别喜欢画菊花，因为菊花它这个在咱画画当中它有一个词儿叫寓意，叫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的这个效果你比方说贺寿图，经常呢，画张菊花那么呢，去贺寿那么你比方说菊花和松树画在一起，代表着这种延年益寿延年的这个寓意包括齐白石老人也曾画菊花菊花和酒坛子题字儿什么，举酒延年也是一样的。那么菊花的话呢，它是在深秋时候开傲霜独荣是吗？世人将菊花、梅花、兰花、竹子合称为四君子。咱在画画当中也是一样，优先练会菊花之后，对后面都是帮助很大的。那我们这节课就来讲一讲菊花应该怎么画，好不好？那么讲菊花的话呢，就要知道菊花它有什么样的大的品种、大的分类。那么分类还是很多的。你像有这种单瓣的，这是单瓣的菊花什么叫单瓣的呢？就这样的，看中间是花蕊，看中间是花蕊，然后呢外围这个花瓣是一层，对吧？外边的花瓣它是一层的，这种就是单瓣的菊花，它只有一层花瓣，没有多层，这是单瓣的菊花。形态结构比较简单，就是中间花蕊是比较圆的，是吧？好多小点儿，完了之后呢，外边是长条形状的很简单。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大家先记住这个规律，记住这个特点。还有一种呢，就是复瓣的，复瓣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复瓣菊花的话呢，它中间也是花蕊，但是它这个花蕊呢不是那么太明显，对不对它这个花蕊不是那么太明显，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了看中间这个花蕊不是那么太明显，被挡住了。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可以先知道有花蕊有花心就够了。那么主要看它的花瓣，花瓣的形态是非常变化多端的按理说它这个花瓣整体都是朝花心包起来的，但是等它开了之后，看这个花开了之后，它并不是全部都向一个方向包，而是说呢，它呈现出一种稍微发散的态势，对吧？你像这些有些花瓣是这样长的，看，有些花瓣这样长，有些花瓣呢，还这样的，有些花瓣还有这样的。那里面的比较规矩，越往外面去它的规律性就越弱，是吗？看里面都是朝花心，这没问题。但是越往下面来，它实际上呢这个变化就越多，包括这些地方是吗？各个朝向的都有整体呢呈发散状。整体呈发散状，但是各个朝向是非常变化多端的，这个要记住这个特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能画的太规矩，里面可以画的规矩一点，外围画的自然，画的随意一点。因为真实的菊花它是非常多变的，对吧？它并不是说朝一个方向的很规矩，它没有那么规矩的。那么还有注意一点菊花的花瓣，我们来看一下，它并不是一个片形，你像并不是和上面这个一样一个扁平的状态吧？它是什么？它是有一定的厚度，像一个小水渠一样，看这儿包起来的感觉是吗？里面好像能流水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像这些地方是吗？这儿能包起来一样，像一个长长的、特别长的一个小勺子是吗？里面能装水，能舀水一样的感觉。看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花瓣呢，它给人感觉是比较粗的，它并不是那么太细，并不是那么太薄。虽然它花瓣很薄，但是呢，它由于有包裹的感觉，对吧？有包裹的感觉，所以说呢，给人感觉视觉冲击它是比较宽、比较胖的，有点像薯条的感觉，是吗？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就理解了，有点像小薯条的感觉，是这种状态。
那么所以说记住这个特点啊，一会儿呢我们去进行分析。还有就是它的叶子了，是吗？叶子的话呢，这个通常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像五列的叶子。哎，怎么说呢？看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它是五列的叶子，但是它这个五列其实变化会更多一点。我们仔细观察它，它这每个叶列上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叶列，是吗？还有一些小的叶尖，哎，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它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多的，对吧？它的变化实际上再细看的话，你像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小的叶尖，是吗？它是一直这样去画出来的啊，它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写意画嘛，并不需要把它这么多的细节都给它画出来，而是说呢，把它进行归纳概括。有时候呢，咱们啊就直接画成五列的，看一列、两列、三列、四列。五列为什么要这样分呢？看中间的叶脉，中间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是吗？它其实是由5个主叶脉组成的啊。所以说有时候画的时候要进行归纳、进行总结，画出5个就够了。那么当然它还有什么特点啊？中间这个是不是最大呀？哎，中间这个最大，两边的稍微小一点，哎，再往两边去啊，更小一点。我们之后还会讲到葡萄叶子，大家仔细区分啊，菊花叶子和葡萄叶子不一样。葡萄叶子呢，它的形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葡萄叶子大概是这样的形状，看有没有发现区别啊？啊，菊花叶怎么长？菊花叶子更长，葡萄叶怎么样？葡萄叶子更扁、更圆，这是它们的区别，都是掌状五列的啊，都是五列的，但是这个葡萄叶子它是掌状的，菊花叶子它不是掌状的，对吧？它是比较长的这种啊。所以说呢，区别一定要找准，一定要找对啊，一定要找对。那么我们大概了解这样一些结构分析之后啊，大家呢是可以在这个宣纸上啊进行自行练习，比方说也找到我们这个一些图片。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哎，然后呢对着真实的菊花去写生，用这种白描的手法，或者直接用墨线给它勾勒一下，把它这个结构啊给它抓出来，给它结构给它抓准，是吗？给它画一画，这样对于我们后期画菊花也会有帮助的。那么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素材，那这个是我给大家准备的资料，就这个是已经是画好的，就是说白描，大家也可以对着这个去练习一下。那么我们来分析它一下，看这个是菊花啊，勾勒好完白描的效果，它是有这个小凹槽的感觉，是吗？哎，它是这种状态，这个是白描，也是呢偏向于工笔的画法。咱画写意画的时候呢，并不需要画的这么细啊。那么画写意需要放松，但是呢，对于结构的把控，勾勒白描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哎，周围啊，看这些花瓣靠近里面的地方是比较规律的。比较规矩的朝向花心去包它，是吗？去长它。那靠近外面的怎么样？这些花呢是非常自然的，有些朝上，有些朝下，是吗？看有些朝这边，有些朝这边，方向不一样吧？是非常自然的，对不对？把这个特点要抓出来。再有呢，花蕊我们有时候是看不到花蕊的啊，有些它没有开呢嘛，所以说看不到花蕊。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把花蕊给它强调一下，给它加出来，是吗？把这花蕊给它画出来啊，点一点点就行。有时候呢，其实只能露出来一点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单瓣的，是吧？你看上面那个是复瓣，单瓣的怎么画？单瓣的就很简单了，中间就是花蕊嘛。花蕊点完之后，周围的就是一半一半的去画它。菊花呢，有些小菊花，也有一些啊是比较长的大菊花，是吗？大菊花怎么办啊？这个花瓣就比较长一点呗。看花瓣就是比较长一点，这样去画它。对吧？这样去画它，那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比较长一点的花瓣了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菊花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是吗？菊花品种实在是太多了，还有那种垂丝的，是吗？太多了。那么大家呢，哎，提前了解一下就行。好，那么我们还有要知道，除了这个花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叶子啊，其实叶子比花啊要稍微的难那么一点。但是呢，需要大家一定要掌握清楚，菊花叶子啊，它是这种形态，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菊花叶子通过白描的手法，我们去勾勒的时候，它是有这些好多小细节的，是吗？
好多这些小的这个尖刺啊，这个呢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个主叶脉，两个、三个，一共呢是由5个叶脉组成。那么最主要的是5个叶尖，对吧？最主要的是5个叶尖，并且呢，这5个叶尖当中，这个叶尖这片面积最大，两边的面积啊稍小，再往两边去，面积是最小的。咱们啊，运用协议的手法是吗？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去画它。包括叶子形态还有很多种，朝下的、朝这边的是吗？朝右下方的，还有这种侧着一点的，怎么去表现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是吗？我们提前呢通过白描手法去进行简单的训练啊，简单练习。那么可以呢对着这资料啊，我们去进行简单训练。那么稍后呢，我呀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写意的手法去练习它。学习的手法去练习的时候呢，咱们要分开去练啊。这节课咱们就可以分开跟着老师进行一个练习。我先来教大家如何练习啊这种单瓣的，也就是呢我们平常说的平顶菊啊花头的画法。平顶菊的花头画法呢，实际上是分为很多种的，因为它比较简单，就一层，所以说呢。画法方面也是可以有很多种。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归纳，进行一个总结。那比方说平顶菊有一种啊，可以这样画，可以呢调一点点的草绿颜色，藤黄颜色。加上花青颜色，像菊花的花蕊有些呢是偏绿的，所以说藤黄加上花青，这两个挤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再找一根啊这个尖毫毛笔啊，把它的花心先点出来，花蕊先点出来。花蕊大家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吗？它这个平头的一般花蕊都比较圆，是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平头的一般花蕊都是比较圆的。它虽然是黄色比较多啊花蕊，但是我们一般画的时候不画黄色，因为纸是白色，你画成黄色，它起不到这个效果了，就对吧？这和纸分不开差距。有时候呢，咱这个黄色当中啊，经常加点绿，画成草绿色，看边缘它确实有点绿色嘛。我们把这个特点给它抓准。所以说藤黄呢，少量加点花青，调成一个草绿去画它这个花蕊。花蕊比较圆，所以说我们点的时候呢，也就给它点成圆形的就行。点成这个圆圆的，这个就是小花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花瓣怎么画呀？花瓣就很简单了，找一根小楷毛笔，我们去给它勾勒花瓣。像正面的花瓣，我先来教大家一下。正面的花瓣呢，它就是很简单，直接呢就是这些啊，看长长的花瓣就行。用笔的时候呢是两边，看这边粗一点，这边细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是吗？通过这种提按的变化，那么这个花瓣呢，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个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张图片的效果是吗？就是那种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花瓣呢都要向心性，都要朝向花心，都要朝向花蕊。我们这样去画它，画上这样一圈是吗？这不就是一个菊花的画法吗？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呢，注意啊，画的时候呢要自然一点。你说这边我这样去画，那到了这边我还这样去画吗？也是可以的。你说也可以这样画，看看我的一个用笔的感觉啊，随意去画它就行。注意呢，就是这边尖上可以让它粗一点，里面呢可以让它细一点啊。那么这样用笔的话，我们就是按下去再提起来；这样用笔的话呢，是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啊，用笔灵活多变就可以了。那么画完现在之后，感觉画面是不太够的，我们可以呢再给它加上一些细节，比方说呢，在这基础上啊，我们给它点上一些什么颜色呢？点上一些这个红色，给它丰富画面。
增加层次，来上一点点的曙红颜色，再加上一点什么颜色呢？太白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菊花嘛，它本来是白色的，对吧？需要用一点点太白颜色。哎，画的时候怎么画呢？还用这个小楷毛笔，然后呢，增加层次，在这个绿和白相交的地方，哎，点上一些这个小红点儿，看，点上一些小红点之后，显得这花会更精神一点啊。这个当然是艺术的加工啊，有些菊花它确实周围会有一些红色，这个也是和品种有关。然后呢，花心、花蕊的地方怎么办啊？花蕊的地方啊，可以直接提太白，用这小楷毛笔啊，里面呢点上太白点儿，把它的花蕊给它点出来，把它的花蕊给它点出来，点上这样一圈儿，哎，这个花心就画完了。那周围的花瓣怎么画？花瓣啊，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淡淡的草绿色。这个颜色一定要非常浅啊，不要和里面的一样，非常浅的一个草绿。然后呢，画的时候啊，直接从边缘看，这样染它一下，从边缘这样染它一下，哎，这样围绕着这个之前勾勒的线条啊，去给它外围去复勾一下，不要正好勾在这个线条里面，外围去给它复勾一下，把这个花瓣呢给它挤出来，是吗？用这个绿色啊给它挤出来，挤出来之后，这颜色就非常白了呀，一个白色菊花就出现了，是吗？还不够，你说我还想再丰富它，当然可以，用这颜色从里面往外面去染它，去带它，从里向外这样去带它，带完之后，哎，这菊花还有一点鼓鼓的感觉，还不够，你说我还能再深入吗？可以呀，调一个太白颜色，菊花花瓣不是白色吗？调一个浓浓的太白，从外向里面这样去染它。用笔的时候呢，不要画的很实啊，要看慢慢的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让它呀有一个自然的过渡就行，不要全部填满啊，填满就没有意思了。用笔要有提按，哎，这样去画它。好，这样一个白色的菊花就完成了呀。啊，这个是其中的一种画法。那么菊花嘛，它其实还有很多品种，还有很多品种。那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是比较小细，画的很细致。你说我们如果说要画成更加斜一点的，更加豪放一点的，我们怎么画呀？这个是单瓣的是吗？还有一种复瓣的怎么画？平头的，但是呢却是复瓣的，里面啊还有一层，它不仅有一层，还有一层两层的，怎么画呀？那么咱斜一画的处理呢，有时候可以画的更加自然一点。比方说菊花花头啊，也可以这样去画它。这种画法，它每个花瓣都是比较的，长短都是比较一样的啊，它也是一个正面的，所以说长短是比较接近的。如果说这个花头是侧面一点呢，让它侧面一点之后，会不会这边长，这边稍短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练习呢？可以啊，这样去练。有些花瓣呀是长的，啊，对吧？它前面的花瓣是长，后面的花瓣怎么样？后面的花瓣呀是稍微的短一点的，并且说呢，后面的花瓣呀还有一种啊向后包的一个趋势啊，向后面转的这样一个趋势是吗？有这种感觉。看，画的更加随意了吧？长短感觉好像一样，但是因为它是侧面的嘛，所以自然而然的怎么样？离我们近的它就长，离我们远的它就短。哎，这个感觉啊，就是一个侧面的菊花，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侧面的，这还是单瓣的。那我说了嘛，还有很多品种，它是什么样的？复瓣的，同样的平头菊，但是有复瓣的。复瓣怎么画呢？在这单瓣的基础上，注意啊，我们继续加花瓣。中间的这些地方是吗？再加上一层，看这个地方我们也加上一层，这边呢也再加上一两层是吗？看加上这么一两层之后，单瓣的菊花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了复瓣的菊花啊。菊花
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品种非常多，咱们只需要单瓣、复瓣这样去记忆它就行。平头菊还有呢那种包起来的菊花就可以了。那么这样还不够，因为呢还有一些花蕊没画呢。花蕊呢我们也可以给它精简一点。咱国画当中墨色不是可以代替所有颜色吗？这个花太鲜艳了，我想把它画得更加古朴一点，怎么办啊？我就不画绿色了我就直接把它画成墨色的。画墨色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淡草绿，看中间给它染一染，让它这个颜色让它自然而然的向外围这样去分染它一下，是吧？这也是一种艺术写意的一种艺术处理效果看直接就在这儿自然让它晕开大一点扫上几笔，这就是咱们刚才扫的这个绿色嘛，对不对？还不够。我们可以点上花蕊，点花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直接就点墨色就行，看从外向里侧这样去点它，直接去点它一下就行，代表了它的花蕊说这里面我们再调点三绿，再给它点上一些点也行，或者是咱就这样这就是写意的一个状态，跟随自己的感觉去画，想画的细刻画它，不想画的细，想画的写意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当然，大家画的时候呢，注意可以等它半干的时候再点花蕊因为我这个控笔能力比较厉害了，老师对吧？那所以说呢，我就直接点的。大家点花蕊，尽量呢等它干了之后再点，或者是呢先点上花蕊，等它花蕊干了之后再点这圈黄要不然晕的就会太开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花朵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种复瓣的菊花了。复瓣菊花呢，那么今天我也来教大家一种画法，也是呢，你像无常树棋盘石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这样画的。我们可以尝试用胶墨去画，毛笔的大小都可以选比方说大号的毛笔、小号的都行选择毛笔的时候呢，前期大家可以选择点墨成金小号，或者是呢这个雄狼尖毫小号都行，可以呢尝试调这个淡墨，或者是呢调这个胶墨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呢直接用颜色勾但是不管用哪种画法，都应该考虑到咱画面的最终的整体效果那么比方说我们就先用这个墨色来教大家，练起来也比较简单看咱笔尖上调浓墨，调的墨色是不是都是讲到了调墨手法笔尖墨色重，笔肚墨色浅。那么复瓣的另一种菊花怎么画呀？画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的去画它，整体的一个花朵让它有一个向心性就行，不用想那么太多，整体的让它有一个向心性，就是所有的花瓣都朝向一个花心就行。那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看所有的花瓣全都向心去长，有些花瓣呢凸出来，有些花瓣凹进去，有些花瓣在前，有些花瓣在后，有些花瓣比较大，有些花瓣比较小。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菊花写意的画法，很简单。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嘛，你看这种菊花，它的一个形态是非常自然的，有些花瓣它就是长的，有些花瓣它就是短的，中间怎么样？所有的花瓣都是朝向一个花心的位置，是吗？所有的花瓣都是朝向花心位置，所以说我们在勾勒的时候不用考虑那么多你不要说考虑，哎呦，这个是不是太长我画太短了，不用考虑这些，总结它的大的规律性。所有花瓣都是朝向花心那么有些中间的花瓣呢，稍微的短一点周围的花瓣稍微长一点，里面的花瓣稍微小一点，外面的花瓣稍微大一点，那就可以了。那我们画的也是一样，看中间花瓣比较小的，外围花瓣比较胖比较长，是吗？自然而然给人感觉会长，为什么？花心在这儿，从这儿到这儿它是短的，从这儿到这儿它是长的吧？从这儿到这儿一定是长的，越往外围长，它的花瓣呢也就越长，对吧？里面的花心其实看不到的
啊，里面花心被挡住了嘛，看不到。哎，那么这个凹凸变化一定要体现出来。这就是菊花的画法。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比方这个是朝这边的，我朝这边能不能画呀？当然可以的。朝上面怎么画呀？朝这个右上方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用笔啊，为什么要用胶墨啊？因为容易出现散锋的状态，不要画的很慢。注意练习的时候不要画的很慢，要注意一个节奏感，哎，很自然的去勾勒它。那么记住一个规律就行，朝向向心性，所有的花瓣都是向心去生长的就够了。那么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说呢，花瓣要有凹凸变化，看，有凹有凸，有凹有凸，那么菊花的形态自然而然就可以画得很漂亮啊。那么还有可以怎么画啊？你比方说用颜色是吗？刚我讲到用颜色也能画，颜色的话呢也是一样。那比方说我们画个什么颜色呢？画个赭石啊，或者猪标颜色都行啊，就随便来一个颜色，猪标颜色吧。那猪标颜色去画它的花头也是一样的，哎，只不过呢给它换了一个颜色而已。看猪标加点墨啊，不要直接用猪标，显得太菜了。猪标加点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呀？这是它的这个花朵花瓣啊，有些呢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啊就可以了。很自然的去画它，都是同一个朝向，但是呢，它们的花朵花瓣却画的完全不一样，是很随意在画。有没有发现啊？那都是同一个朝向，那我画的这些花儿，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花瓣都不一样。你对比下来，它没有一个重复的花瓣，对吧？它是没有一个重复的花瓣的。画的时候要自然，心里想着就够了，心里想着这些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啊，这个大家要放松的去练才行。那么画完花之后，还有就是它的花托呀，花托呢，咱们直接用墨色去画就行。它的花托是比较多的，我们就点上看1、2、3、4是吗？点上这么4、5个小点就够了。这是侧面的，能看到花托；正面的话呢是看不到的，点上这么一些花托就可以了，哎，对吧？就可以了。这个是它的菊花的枝干，菊花的枝干就可以了。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小叶子是吗？我们一会儿会单独讲到叶子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它的花苞没开的花苞，没开花苞怎么画呢？也是分为多种形态。看有些花苞是完全没开的，它会呈现出这种形态，对吧？这种形态的小菊花，那非常简单，大家可能在路边经常看到。那没开的小花苞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即将盛开的，就开的更多一点。在这个基础上看，在这个基础上，这儿呢，叶子长了是吗？周围的看这边也是一样，长出来了一些，这就是即将盛开的啊。那么对吧？就是这么来的。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进行训练。然后大家呢，就是没事的话，就在宣纸进行多练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什么正面的、侧面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侧面的，自然而然的去表现它，自然而然去画它就行。这个大家需要一定的练习去把控住它。那么也可以呢，一边练一边呢跟着我们后面成幅作品去画。根据不同的成幅作品的构图曲式再结合现在讲的这些分解的，再进行一个总和。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叶子的画法。叶子的画法呢，相对来说，需要大家更长的一个时间去掌握它，因为菊花叶子学会了之后，你再画葡萄再画其他的叶子就会感觉到有结合就会变得简单一些。有很多内容它们都是相通的，在咱国画当中。菊花叶子怎么画呀？它是5片是吗？五笔组成的它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抓准它这个特点嘛，中间大，两边小，再往两边去更小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讲的内容。大家练的时候不要随便的乱练，而是说呢，要遵循它的规律性。看中间这个最长的，两边呢稍短的，再往两边去更小的，那遵循这个规律
啊去画它。用笔的时候呢，找点墨成金啊，尖毫毛笔，笔尖上调浓墨，一定要注意啊，是笔尖上的墨色要重，笔肚上的墨色呢要浅，这样出来的墨色啊它是有变化的。画的时候怎么画呀？看，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纸都连完它。看中间不是大吗？哎，我们就中间画的时候呢，稍微的这一笔啊按下去，哎，是吗？就可以了。按下去，稍微往上提一下，这是中间最大的这笔。然后呢，两边怎么样？稍微小，看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是吗？哎，再往两边去更小啊，稍微补上2笔就行了。它的整体形态是比较长的，注意啊，菊花叶子的整体形态是比较长一点的。它不像丝瓜，不像葡萄是圆的，记住这个特点。那我再来画一片叶子，看这个是朝下的，是吗？朝左上方的怎么着啊？也是一样的，看一笔，有时候呢也不用回锋啊，直接按下去也行。因为菊花叶子这儿比较尖，我们有时候不要画太尖，稍微的让它出现回锋的状态会更好。这是1笔、2笔啊，3笔，哎，4笔、5笔。有时候呢，你像侧面的稍微侧面一点的，它是看不到这个特别小的，是吗？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白描稿子也是一样，我们来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看这个当中，1个、2个、3个、4个，第5个怎么样？挡住了，看不到，是吗？所以说有时候啊，咱也是一样，这边怎么样？看不到可以画，也可以呢不画，画的时候也要小一点，因为它是一个这种感觉的嘛，稍微侧一点的感觉是吗？这种状态的，所以说啊，它看不太到，少加或者不加都行，那么还有一种形态，那比方说朝这个，这是正的，这是朝这边的，还有朝这边的怎么画也是一样啊，用笔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向产生变化。可以是按下去1笔，然后呢2笔啊，也提起来，这边1笔，这边1笔啊，这边呢1笔，这边1笔，看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叶子是吗？从这儿长出来一片，朝这个方向的，也就是各个方向，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叶子朝前啊，朝向我们的，可能呢后面这些叶子啊看不到，后面这2片都看不到，那么怎么去画呀？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后面2片被忽略了，可以呢画的时候啊，让它整体的用笔胖一点，第一笔用笔胖一点。然后再练一个朝这边的吧，按下去，然后呢，这样去画它啊。后面2个看不到啊，被挡住了，叶脉啊从这儿长过来的是吗？哎，还有这种状态的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叶子，大家呢都进行分开训练。没事的话呢，就对着真的菊花啊进行练习是吗？朝上的、朝下的、朝左的、朝右的啊，都进行训练。那么还有一些小的叶子也是一样啊，小的菊花叶子看，也可以进行训练，是吗？这小的菊花叶子啊，没长成的呢，很小的也是一样，看似是很小，实际上呢，每一笔当中都是包含变化，中间大，两边小，再往两边更小，是吧？别看小，但是呢，五脏都是包含的。麻雀虽小嘛，五脏俱全，包括各个朝向的。对吧？大家没事的话，就在纸上多练。那么这个是菊花叶子，叶脉怎么画？叶脉的画法呢？稍等，我们让它干一干再画。等干的过程中呢，我再教大家一个画法，就是说呢，菊花叶子，第一呢，可以直接用墨去画，也可以呢怎么样，直接用颜色调墨去画。出来效果啊，它是这个和这个直接用墨不一样，因为我们创作作品的时候，需要一些颜色的叶子是吗？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颜色。那比方说我们会用到什么颜色呢？比方说藤黄颜色的叶子是吗？绿色叶子怎么画呀？可以用藤黄，加点花青，或者是不加花青都行，有很多种啊。藤黄少量加点花青也行，
然后我们怎么样？多调点墨啊，多调点墨，这样去画它。对对，这也是一种画法，是吗？比较发黄一点，墨色当中发黄一点，就是那种即将干枯的感觉，会呈现这种状态。那么还有，你比方说已经干枯的叶子怎么画？已经干枯的呢，我们可能会用到赭石颜色。那我们比方说可以调一个赭石颜色，看已经干枯的叶子就是赭石色但是赭石色咱们最好不要直接用最好呢是赭石加点墨，看多调点赭石，然后呢赭石颜色在里面调点墨，也是笔尖上调墨。看我们画一个是朝什么方向的呢？画一个朝就随便画了这边一笔2笔是吗？3笔、4笔、5笔，看这个又是一片叶子赭石颜色的，就是干枯了，已经即将干枯的叶子的画法。那么这些注意这儿呢留有一个小 U 字形结构是最好的。当然不留的话，有些画家画菊花叶子并不留这个，但是我希望大家呢留出来。留出来之后显得这叶子更加鼓一点有种鼓起来的感觉，是吗？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真实菊花叶子如果说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连接上的，它没有空白。但是从一个角度，尤其是这个角度你去看的话，它叶子是有一个给人感觉像凹下去的一个状态。把这个画出来之后嘛，显得画面更加透气一些。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说还能画成什么颜色呢？还能画成绿色的，就是那种夏天的或者是刚刚开花的感觉。绿色怎么画呀？绿色藤黄加花青，花青要多一点。画绿色叶子，记住不要藤黄多，要花青多。花青多一点之后呢，少量加点墨就行。那么我们画一个看一个最大的，2个稍微小的，然后呢再往两边更小一点，长一点。每片叶子记住它都是比较长的。后面我们会讲到，你像葡萄等等一些其他的其他的叶子像葫芦、丝瓜、葡萄都偏圆，菊花的这个5笔是偏长的记住这个规律。好，那么画完之后我们开始练叶脉，大家练习也是一样，练完花练完叶子，练完叶子之后整体的再练叶脉。练叶脉的时候呢，有一个小诀窍其他的花卉也是一样适用什么小诀窍呢？就是说带颜色的，用颜色画的这个叶子，可以呢画完之后直接加叶脉。用墨色画的叶子需要等它半干的时候再加叶脉。为什么呢？因为颜色当中它的胶性是比较大的，国花颜色，所以说画完之后你直接画叶脉，它不会晕开。我们来尝试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它会晕，但是晕的很少。看有没有发现这颜色基本上不晕叶脉怎么画呀？中间一根主叶脉，两边的一些小叶脉。看中间一根主叶脉，两边一些稍小的叶脉。画叶脉的时候呢，最好咱给它错开一点，不要画成就是最好给它错开一点。这个是一种画叶脉方法，是吗？这边2个，这边2个，这边3个，是吗？自然而然的给它错开，叶脉出来效果就更加生动嘛。用笔的时候呢，可以少量加点提按变化，看按下去提起来。少量加上一点提按，显得也会更加自然生动一点对吧？这就是叶脉的画法。那么注意，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墨色上去加叶脉，虽然我们已经亮了一会儿，大家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会晕开呢？虽然已经亮了一会儿，但是呢还给人感觉却有一种要晕开的感觉。所以说大家练的时候呢画墨色叶脉的时候，控制好水分，不要让它太大适当少一点。那么还有一种叶脉画法是这样画的，直接一根主叶脉，两边的话呢，给它直接就是平行的感觉一样，就是说直接怎么样直接把这个叶脉给它包起来。也有这样画叶脉的那这样画叶脉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你像吴长硕有时候经常这样画也没问题。那这种的话可能更灵动一点看大家的一个喜好。我平常用的这种比较多，大家可以先练灵动的感觉嘛，
先把它练灵活了。像这种的话呢，这种会了，这种就相对来说就太简单了。注意变化，咱国画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变化性。这些叶脉我们都进行练习啊，对吧？不管用哪种叶脉方法啊，咱们呢就进行多多的练习就行。对吧？像这些地方，这个时候啊，大家注意，看这个叶子是不是太重了？颜色太重了怎么办啊？颜色太重的情况，咱们直接用墨色去勾，就看不出来了。勾完跟没勾没区别了，怎么办啊？咱们啊可以调太白颜色，或者是呢调这个三绿颜色啊，去用实色去勾它。画菊花叶子呢，有些时候啊，咱用太白去勾，我们都尝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效果。看，我们直接用太白去勾叶脉，就效果不错，对不对？效果是可以的啊，有点发灰的感觉，那叶脉也能凸显出来。还有一种呢，也可以用一些三绿，就是一些实绿颜色去勾它。三绿颜色去勾它也是非常漂亮的，也是一样，用笔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出来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是吗？就是这样去画。那么就是，这是叶子的一些练习方法，一些绘画手法，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所讲的进行分开去练，多练习啊，一定要多练习。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菊花的一些枝干了。枝干的画法呢，因为它是菊花枝干还是比较硬挺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不要画的太软啊，要画的稍微硬一点。它虽然是草本的，但是呢，它并不像兰花那种草本的那么提按变化那么大啊，它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尝试用干的笔触去画它，用比较枯的笔触去画。比方说我们把毛笔涮干净啊，涮干净之后呢，咱调颜色的时候，看多在盘子边缘刮一刮。把多余的水分刮掉，甚至说呢，可以在废宣纸上给它吸一吸都是没有问题的。刮干净之后啊，咱们在笔尖上少量的调点墨，少量调点墨。菊花枝干咋画呀？就这样画就行啊。菊花枝干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直接画就行。它介于兰花和梅花之间的感觉。你像兰花它有提按，但菊花枝干它没有提按啊。你像梅花枝干，它有苍劲的感觉啊，但是它有穿插，它这上面会长好多的那个小枝干是吗？但是菊花它没有小枝干，它基本上就是一根直直的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画好多小枝干，那你不好看也不对了。直接一笔画下来就行。用笔的时候呢，当然可以出现一些顿挫感啊。你想让它，比方这菊花，咱不能就直线啊，直线就不好看了。咱们呢，虽然很多菊花它确实长得比较直，但是咱需要让它呢产生一定的方向感。看，本来上面我是朝上长的，看我这儿再画一个，我想让它怎么样呢？这个菊花啊稍微折断，即将折断的感觉，这样画行不行啊？当然可以的，也是一样的。菊花的话呢，画的时候啊，让它枝干画的可以让它有些地方慢，有些地方快。慢的地方呢，它就顿下去了嘛。行笔速度有快有慢，方向感呢也有一定的弯折感。这样去画它，并不像兰花叶子，看兰花叶子啊，它是这个地方提起来，然后再转是吗？不要这样转，这样转不对了。菊花叶子怎么画？直接直直的去画它就行啊，这很简单啊。很简单，就不再过多说了。大家呢也不用去刻意的去练，因为放松去画嘛，很自然去画它就行。那我们在枝干上怎么长叶子呢？我们来示范一下，看，比方说我们就画这个枝干，这个枝干画好了是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菊花的枝干呢，你不要说上面画的很粗，下面画的很细，最好呢是下面粗，上面细是吗？它也是有一定的生长规律的，就是下面稍粗，上面稍微细一点。那么从这些枝干上长的是它的叶子，枝干上面长的才是它的这些叶子。
它是互生的，不是对生的。什么叫互生呢？就是这儿长一个，这儿长一个。你不要说这儿长一个叶子，这儿也长一个叶子，就不对了。这儿长一个，上面长一个，上面再长一个，是吧？错开的是吗？是互生的。那么画完这些枝干，画完小的叶柄，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去加叶子了。想画什么颜色，大家呢可以自由搭配。比方说，我们直接用墨色去画了啊，看中间大的一笔是吗？两边稍微小一点的两笔，围绕这个叶杆，我们直接画它就行。你像有些地方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湿润的，也是一样的，按下去粗一点，小一点，然后呢这边又是适当小一点的，这就是菊花叶子画法。这边你说我这儿再画一片更浅一点的，我就多调一点水分嘛，看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呢越来怎么样？越来越小就够了。上面也是一样，上面的叶子可能会整体小一点啊，看按下去，提起来，这边的话呢更小，这边更小，就可以了，是一样，看大的、小的、更小的啊，整体来看啊，5笔就行啊，5笔就够，并且说整体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偏长的，每片叶子都偏长啊，把这个特点给它抓准了就行。中间的话呢，留不留 U 字形都行啊，这个我习惯留啊，大家不喜欢留，堵上它也没问题，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画好这些之后呢，咱就继续往下画呗，画出它的一些叶脉，对吧？画出它的一些叶脉。叶脉的话呢，还是一样，建议大家呢烧干的时候再画。我们在课上我就不等了啊，我就直接开画了。直接画的话呢，需要把控好水分以及速度，你不能画的太慢啊，太慢的话它一定会晕得很开，速度要跟上。看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我湿润的时候直接画它也没晕开，为什么呀？因为我行笔速度是很快的，行笔速度跟上了，水分呢也跟上了，水分也不是那么太多，自然而然的它就问题也不太大，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看直接给它练习就行。大家也可以同步的多进行训练，把这个叶子的这个方向啊，连接着枝干，各个方向咱都可以练习它。包括像这些地方，我是朝下垂的，大家能不能让它向上垂啊？没问题啊，想让它朝哪个方向，这个小叶柄就让它朝哪个方向去长就行。好，那么我们进行分开练习之后，我们就可以呢进行成幅作品创作了。每个局部咱都会了，那画成幅的还不简单吗？那么我们练习的时候呢，就可以先从小作品开始练先从简单的开始练，然后呢慢慢的去把作品变得更加复杂，由简单到难嘛那么我们可以先来上一幅简单的小菊花作品，大家呢可以先感受一下。画的时候可以先从一般我们画菊花先从花头开始画，花头画好之后呢，再画枝干，再画叶子。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根据大家的一个习惯，可以先画花，再画叶子，再加枝干，也有这样画的。所以说学习记住不要学得太生硬按照自己的一个绘画习惯，按照自己的一个审美去画就行。那么我的习惯呢，都可以怎么画都行，就是大家呢找到自己的习惯。这节课我先来画花，然后呢再画这个大家感受一下画花画花呢一般它是主体嘛，定在宣纸的黄金分割点上是吗？这个点上是最好看的。咱们画也是一样，画在这块儿，你不要画在正中间正中间就太突出了，不好看。对称了嘛，就画在这个地方，或者画在这个地方画这个地方都行，咱们就画在这儿。画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画那种平头菊，平头菊简单然后呢，画的时候咱们就所有的花瓣都朝向花心去长它就行。看，花瓣比较长是吗？比较长的花瓣去画它。那么一个侧面的怎么画来着？侧面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前面的是比较长的，后面的花瓣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它是侧面的嘛，它有一定的角度关系。后面的它就比较短，这个朝向这边的一个侧面的感觉就出现了。这是单瓣的，
单瓣感觉啊有点单薄，咱们可以给它加上副瓣了。中间呢，看单瓣和副瓣其实就是这个差距是吗？中间咱再加上一层，自然而然它就成副瓣的了。所以说画画其实有时候特别好玩啊，稍微加上一点变化，它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给它轻轻这样一夹，轻轻一带就可以了。看，注意凹凸变化啊，有些凹进去，有些凸出来，不要画的太平均。哎，这是一朵花啊，花画完之后呢，咱再加上一朵。作品嘛，只画一朵显得单薄。这儿再加上一朵，这一朵怎么办呢？也让它朝向这个方向，或让它稍微角度有点变化，让它朝向这个方向。前面的花瓣长啊，把握住这个特点。但是你像长花瓣也有前后关系啊，这花瓣在前，这花在后，所以说呢，让它有一定的这个穿插关系。朝向这个方向，两朵花不太一样是吧？稍有变化。然后呢，再调一个浓墨，点出它的花心、花蕊。可以先点它的花蕊是吗？用这浓墨点出它的花蕊。那这个花心朝这边，这个花心呢，咱可以让它稍微的，让它朝向不太一样啊，差不太多啊，对吧？那么花画好了之后，咱可以给它加上一些小花苞啊，像这个地方咱可以加上一些小的花苞，这就是小花苞的画法。小花苞呢要注意有聚有散啊，这个地方2朵，这个地方1朵，它自然而然就存在了这种聚散啊，多的少的，这边开的大的少的是吗？自然而然就存在这些变化。那么画完这些之后呢，咱们怎么办啊？可以先从枝干开始画起。画枝干的话呢，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毛笔啊。枝干怎么画呢？让它从这儿长出来啊，这儿是一个枝干，这边的话呢又是长出来一个，是吗？长过来，从这儿再长过去，这是2个啊，2个这个2个主要的枝干，然后主要枝干上面呢还长了这些小分支是吗？长了这个菊花的花头，上面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还有长了一些叶子，从枝干上面咱们再长了一些叶子出来，这个地方咱们长上一片叶子，这个地方呢也长上一片叶子，是不是？啊，其实叶子的话，叶子分布咱们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就行，并不需要画的这么太多。真实菊花叶子其实很多啊，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你不能全画出来啊，全画出来就不好看了。根据画面的需要去画，比方这个地方咱们觉得加上一个叶子好看，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叶子，让它更密一点，疏密拉开差距嘛。这儿你就不能再加叶子了，这个地方很密，这个地方要稀疏一点。想加的话，加一个小枝儿，加一个小小的叶子就行。那聚散拉开差距。那么关于这个叶子呢，我们也可以画成墨色的，或者是呢画成这个带颜色的赭石颜色的吧，带点赭石色的。赭石颜色调开调匀它，调开赭石之后呢，笔尖上我们来点墨色，然后呢就开始画呗。中间这个最大是不是？中间这一笔最大，然后呢，两边这2笔呢稍微让它小一点，再往两边去更小啊，自然而然的形成这个比较长的这样一片大叶子是吗？再往这边去带的话，再来上一片，看中间这个最大，两边呢稍小，对不对？再往两边去更小，2片大叶子就出现了，再往上面去带。这儿的话呢，再加上一片小叶子，看1个、2个、3个、4个、5个，是不是？又是一片小叶子。这边咱再加上一片，1、2、3、4、5啊，就可以了。不断的笔尖上，我们可以调一些水分进去啊，有些深的，还有一些呢是浅颜色的叶子，是吗？
哎，这叶子它也有一个规律性啊，就是说越往下面长的这些叶子越大，越往上面去的这些叶子呢，它会越小。叶子它也有前后啊，你像有些是深色的，有些呢它可能这个颜色比较浅啊。远处的浅色叶子，给它少量的加上一点啊，有这么个意思就行。这儿的话呢，叶子被断掉了，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啊，类似于小的叶柄的状态。哎，整体这个画呢，画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刻画细节，画上它的一些叶脉。叶脉我们需要，用浓墨去画它。叶脉也是代表着叶子方向，比方说这个叶子画的时候呢，咱就让它朝下方稍微，这个撇了一点，把叶脉给它加上去。主叶脉、小叶脉，画的时候呢，用笔要有一定的提按啊，大家仔细看啊，不用一笔一画去照抄，而是说呢，要结合这种提按的用笔看，按下去提起来，提起来按下去，稍微加上一些粗细的变化，包括这些地方粗一点、细一点，是吗？加上一定的粗细变化之后啊，这叶子显得会更生动啊，并不需要每一笔每一画和我画的完全一模一样啊，自然而然的去画它，一定要找到感觉。这样，当你找到感觉之后，你再画作品的时候，每画出来一幅作品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如果说你每幅作品都在照抄啊，画的很慢，都在描这个作品，那么呢，可能也有进步，但是进步会比较慢啊。分开练，分开练完之后画成幅，自然而然去画它。然后呢，把它的花托也点上，花托也点上，哎，轻轻一加，然后呢，用浓墨也点上一些什么呢？点上一些胎点。枝干上呢，给它丰富一些小的细节，加一些胎点，啊，就可以了啊，还不够。我们花的话呢，可以画上更漂亮的颜色。关于菊花的话呢，它的品种是非常多的，可以画成白色的，也可以呢画成其他颜色。那我们今天就画一个，就画成白色啊，就画成白色。白色的菊花，我们可以呢给它枝干配上一些绿色，比方可以用这个剩下的一些藤黄花青调成的草绿是吗？也可以混一混这个赭石，调成这样一个颜色之后呢，把我们之前勾的这些枝干呀，用这颜色给它染一染，因为我们勾的这枝干有点浅是吗？用颜色呀给它覆盖一下，覆盖一下之后呢，显得就更加稳了啊。这些地方淡淡的颜色不要太重。稍微浅的颜色给它盖它一下，那枝干出来效果会更漂亮。给它丰富一些细节啊，增加上一些细节，也可以呢用一些浅浅的颜色给它点上一些这个环境点、环境色，是吗？就丰富它呗。创作阶段嘛，咱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去画它，感觉哪个地方不够，咱们就丰富它一下就行。之后呢，白色怎么画来着？大家还记得吗？白色我们就是用这个黄色藤黄颜色，用这个中间给它染一染，然后呢向周围给它过渡一下，是吗？或者是用绿色也行，给它过渡一下。过渡完之后呢，这个也是一样，过渡一下。过渡完之后呢，我们开始用这个草绿色，在这个菊花的周围给它复勾复染。藤黄调点花青，然后呢调一个淡淡的草绿颜色，这颜色一定要浅啊，不要太重。花青色可以适当多一点啊。调好这颜色之后，咱们就在边缘给它复勾一下，复染它一下，浅一点啊，把这个白色给它挤出来，给它挤出来。这样的话呢，虽然没有画白色，但是呢，已经有了这个效果了。包括这些地方也是一样。
好，那么画完这些之后呢，还不够怎么办啊？我们再调点太白颜色，给它提它一下。哎，这个地方也没画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也花苞嘛，也是一样，给它勾勒一下。这花感觉不够白是吗？你用太白再提它一下，让它有一个更加自然的过渡。看，从外向内侧去提它。画的时候可以自然一点，咱写意画画的时候呢，一定要自然。有些地方突出去一点，凹进去一点都没关系啊。尤其是偏向大气的感觉，更是这样，自然而然去刻画它就行。画的是咱内心的这个感情啊。有时候大家要知道，画的不是画是吧？画的是这个当下画画的一个状态。画出来啊，自己好看，自己觉得满意，自己觉得这就是最漂亮的一朵花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一张作品就完成了呀。有叶子也是有深的有浅的，花的话呢有前有后，看后面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好像颜色还浅了一些，是吗？更好啊，就是先画的前面的嘛，调完藤黄先画的前面的，后画的后面的，自然而然它会有一个深浅的变化。其实创作的时候没想这么太多，但是出来的效果是非常自然的。大家画画也是一样，先画前面的，后画后面的。有时候呢，你可能没有想那么过于多，但是呢，它出来效果，它是有这个过渡，有这个变化的。因为我们调色啊、调墨啊，我一直强调是笔尖上颜色重，笔肚上颜色浅，是吗？先画的颜色就重，后画的颜色就浅。最后呢，我们再提个字，刻过印章。题字的话呢，可以选择上方题，但是呢，也可以选择这儿，看这个地方题字也是非常到位的，正好这个枝干托起来一部分是什么？托，把咱这个名字啊托住它。这边颜色很重啊，就是画的很多，那么这边很轻，我们题字呢一定要题在这边，那么可以选择题在这儿。然后呢，再给它扣一枚印章。这样这幅作品啊，我们就完成了。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学的啊，进行多多的练习。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